大家好，我是13恩。那我们今天要试骑的是 Honda CB300R。从外观看来呢，这台车觉得真的不是一台300cc 的车子。那这次 Honda 所采用的是 Neo Sports Cafe 的造型。那 Sports Cafe 我想就是一个很运动化的复古街车的感觉。从这边看得出来，它还是一样用圆灯。那这圆灯部分呢，其实跟之前不一样，因为它是 LED， 下面有远光灯，上面是一般近灯。那扣掉后面的土厨来说，它其实车头跟车尾做起来蛮短的。那跟过去 CB300F 大大不同，除了名字上它 F 变成 R，R 就是应该是代表 race 吧，一个比较运动性的象征之外，它本身的配备，你看它轮胎前后呢是110，后面是配150，150这部分从后面看其实就感觉蛮粗犷的啦。那当然就是它这边的后避震呢，我记得是7段可调，那现在原厂设定应该是在2段，第2段而已。那这台车也是采用 Trellis Frame， 也就是说它的引擎呢，是支架的一部分，去做它的支撑。那这台车最让人惊艳的地方，我觉得就是前面这部分了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刚看这台车的报道，觉得怎么可能一台300的车子会放了41mm的前叉？这之外呢，竟然还有辐射对视卡钳，这真的还蛮讶异的啦。因为在过去不管是 CB300F 啊，或是之前的 CBR300R。真的是万万想不到，一台车厂会把这样的配件放在一台300cc 级距的车子上面。我想 Honda 就是要代表说它的 Neo Sports Cafe 是讲真的，不是讲假的。那这台车是配有 ABS， 那它的 ABS 呢，跟其他坊间的 ABS 不太一样，是它配有 IMU， 就是说你在重刹的情况下呢，如果造成后轮浮起的时候，它可以帮你抑制住，那就是更安全的配备。那他们都是从老大哥 CBR1000RR 下放过来的技术啦。那我第一次看到这台车的照片的时候，其实还蛮五味杂陈的，因为 Honda 说是 Neo Sports Cafe， 我觉得会不会太冲突了一点，有点前卫，然后带着复古，整个拼起来会有点四不像。但实际看到实车呢，我觉得它本身，这个设计很干净利落，那做工部分呢，我觉得也不错，尤其有些小地方，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它真的设计了，像这个管线，这种东西又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在做，比如说像钢弹模型啊，就是那种前卫、那种机械化的感觉。整体起来的未来感就觉得蛮足够的。好了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去骑看看这台车，走。好，挂上来呢，这台车其实坐高，它记得是799mm，但是因为这边切的比较窄，所以其实我的脚呢是一点微微的垫脚。一跨上去，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是这台车真的很轻，非常轻。我记得是143公斤而已。好，我们出发吧。那一开始骑这台车，我就发现我找不到它的档位显示，就原来这台车，它是没有档位显示的，有点可惜，我觉得。哦对，左转灯差点按错，按到喇叭。哦，按错了。充沛的动力了。那今天也是在台北市附近绕绕，所以就直接上来53，想说最近。上次上来呢，觉得车不多还不错，就是野狗很多了。那非常可惜，我之前没有试过它的上一代，就是 CB300F。那我之前看好像这台引擎其实是沿用过来的，所以它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变，主要还是它可能悬吊设置、刹车部分，当然车体做了完全的大改款嘛，但是引擎本身呢是没有变更。不过因为车体的改款，那重量相对它也变轻很多，所以照理说跟之前比的话，应该骑起来会是比较轻快啦。但是因为我没有骑过，所以很难做比较。但我自己骑上来的感觉呢，觉得6、7千转这边，它骑起来扭力感
比人300那种7-8千转拉起来感觉更好。当然低扭力比较充沛也是单缸车的特性嘛。那我在租车的时候呢，店长跟我说这台是 Honda 的 Duke， 对，这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形容另外一台街车。那想必就是觉得说它可能就是那个扭力的感觉跟390 Duke 可能有些类似，但实际上骑起来当然没有像390 Duke 那么的暴力啦，但 Duke 那才是真正的那个扭力怪兽。但实际上以马力跟时速来讲，毕竟都差了很多嘛。这台车呢，以300技术来讲的话，它的马力其实并不是最好的，它才我记得后轮部分是27，所以实际上应该是31匹马力左右。那30匹马力呢，其实跟其他300级距的车子比较起来，真的是少啦。像其他忍300呢，有时候光引擎部分就可以几乎快到了40嘛，但是这边到40啊。那如果你常关注车子，有常在比较数据的话，你会发现本田车子很奇怪，它的马力、动力输出方面都会比别人少一点。那目前除了 CBR250 Double R 那个特别车款之外，其他车子基本上它的动力部分都不是说特别的顶尖，这台车也不例外。那本田是说他们车身不足的地方呢，就是靠他们本身自己的骑乘操控感觉，然后去补足。小狗狗。那说实在话，像这种上坡骑乘的时候，CC 数大一点，像300cc 这样骑起来真的是不会那么的痛苦。有时候骑像125啊或150的车子，你要应用高转去那边跟。那如果你马力再大一点呢，你可能就会因为车重的关系，就觉得啊，骑起来相对也没那么的顺。对。哇，彩虹哎，是哇，哇，好湿啊！这里雾那么大。Civic Type R 吗？啊，这段路可惜了，湿成这样。刚刚后背那边其实还比较好。OK， 我觉得这个刹车没力。怎么会呢？不是辐射追刺吗？ABS 的反应真的不错，它不会有那种。像旧款 ABS 可能会嚓咔嚓咔嚓咔，我刚才讲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，就是它介入的时候是慢下来，然后很震动很大。那 ，sorry， 这边镜头有点脏。那这台车 ABS 的介入呢，反而是有点一点点这样子，所以踩下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好像一直在阻挡你做刹车的感觉。那前刹的那个没力的感觉，我等一下地干的地方再试看看，因为现在地湿也不一定可能是轮胎。一起给的回馈感不好，好在刚刚上山的时候，那个小山路骑起来感觉有大概感受得到。那动力带出来的感觉，我是觉得自己个人非常喜欢，很充沛。只是开油跟收油的部分，不知道是我对这台车还不是很熟悉，还是怎么样。我觉得它开油跟收油部分有点唐突，有点 abrupt 这种感觉。变成我刚刚出弯、入弯，然后油门掌控的时候，我就不太好抓，有时候要配合离合慢慢去，让它平顺一点。I can't see shit 。大哥跟我说拜拜。因为今天这边飘雨的关系，画面上雾或起水的话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跟大家说声抱歉。好，我们听听声浪吧。喜欢它会有一点啵啵的声音。
哦，对了，还有 Shift Light， 刚刚前面有提到，这是换挡显示灯。我觉得它刹车的手感不错，甚至你入弯，你可能不小心带了一点刹车进去，对啊。可是刹车力道就很，我觉得有点弱啊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哦，奇怪，太奇怪了。是吧？刹车皮还很多。OK， 如果你现在是给我一台忍300，然后这样骑刹车的话，坦白说，我不会特别说它刹车好像不够力。但是因为我看到了它辐射对视卡钳之后，会觉得应该那个 Biting Force。OK， 那如果都这样子的配料的话，如果要再升级刹车吧，可能就是要变成它的 Master Cylinder 跟它的油管嘛，这部分可以做跟进，因为它照理说这样的配置应该是很不错的。好啦，那我现在骑下来也是要跑一小段山路啦。那我可以说，在动力不足的地方呢，的确它是在 handling 部分，在操控部分，有很大的补足。整体骑起来的平衡，我觉得真是非常好。细腻度呢，从它的转向感觉其实就很明显。它虽然很轻盈，可是它完全不会松垮垮的。虽然 CB300R 只是一台街车，但是它带给你的运动元素，我觉得比原厂的忍300还更运动。那虽然它中置避震不是多连杆，可是光它前面这个前叉的反应啊，我觉得就比忍300真的好。当然会这样比较，也是因为我自己是骑忍300嘛。啊，这跟之前不一样。我记得之前的300F 好像是油箱盖是整个拿起来嘛，现在这是做连在一起了。哇，这样就有差，这整个质感就大提升。哦，那一次有看到我过来，非常好。会不会是有 LED 大灯够亮的关系呢？那这台车是没有滑离合，但是它的离合器的拿捏的部分，我觉得是非常的轻盈。当然没有像说有滑离合车那么的轻盈啊，像 i5 那个真的是好像跟没按一样。哦，好啦，不知不觉又晚上了。现在这边是西门町。那我骑一整天呢，我发现这台车是我所有300骑具骑下来，觉得算是最细腻的一台车啦。那如果是跟390 Duke KTM 的那台车来比的话，虽然那台车很光鲜亮丽，甚至配料什么都觉得很不错，但是这台车整体看过去会觉得做工品质比较好。那骑乘起来呢，也觉得比较更有大车的感觉。因为很多300骑具的车子啊，尤其在国外，300骑具的车子算是初阶车种，意思就是说，初阶车种呢，很多东西其实跟其他，比如说500或600以上的车子相比，配料呢东西都比较简陋之外，也可能比较廉价啦，是做工比较廉价。但是这台车呢，反而是比较像大车看齐。那不只是外观方面，是整体的感觉。这仪表晚上显示的颜色啊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这种背光的感觉我蛮喜欢的，有点像我那个 Daytona 675R 那种背光的显示方式。但是在白天的时候，我记得 Daytona 675R 其实那个样子的背光反而不是特别清楚。不过这台车，我记得我在白天骑的时候好像没有觉得看不清楚的问题，所以它晚上跟白天做的都不错。
当然，如果你是想追求动力的玩家呢，我想你应该不会去选这台车。那如果你是想要找一台整体操控跟平衡都做得很好的300级距车子的话，不止通勤，可能平常出去想要走运动性一点，前叉不是前叉部分，刹车部分，我前叉的部分想办法做加强之后呢，我觉得这台车真的是很好的选择。其实像 Honda 有做出这样 Neo Sports Cafe 的车系啊，这样的诞生，配这样的配备，我还蛮期待说，像新的 CBR 300R 这些系列的车种，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子的搭配呢？那我刚才想说，如果这样的配置放在 CBR 300R 上面的话，应该可以跟新 R3 或忍400做点比较。当然动力方面是不行啊。不过话说回来 ，Honda 有一台 CBR 500R， 所以这变成有2台类似级距的车子，这定位就有些尴尬。好啦，差不多要去还车了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简单的事情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之后还有其他的事情影片，赶快订阅，不要错过。我们下次见啦，谢谢大家。干巴上小，有摩托车子在那边白痴哦。